朋友们，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感觉？某一个平凡的早晨，你坐在窗边，看着窗外的光，突然有一种说不清楚的疏离感。你好像在看着另一个人的人生，那个人的脸刚好跟你长得一样，住在你的家，过着你的日子，但你好像只是在旁边静静地看着。或者是另一种情况，你正在和某人大吵架，情绪激动，但你心里有一个角落冷静地出奇，那个角落的你像在看一出戏一样，看着自己在发脾气。如果你有过这样的瞬间，请放心，你不是出了什么问题，你很可能是开始觉醒了。你开始意识到，有一个你好像一直在你里面静静地看着这一切，而那个你可以说是真正的你，它不是人类，而是被套上人类这层外衣的灵魂。今天我想用一个故事来告诉你，灵性觉醒到底是什么，不是那种玄之又玄的说法，而是一种你能真正感受到、真正理解的东西。我要说一个关于小天的故事，但在故事正式开始之前，我需要你记住一件事：小天不是一个人，小天是一个灵魂，一个古老的、充满好奇心的灵魂。他想要体验活着是什么感觉，于是他穿上了一套戏服，那套戏服叫做人类。这件衣服给了他一切，一个身体会感觉到饿、累、痛、喜怒哀乐，一个名字小天，让别人可以叫他、找他、认识他，一段记忆，他的童年，他的父母，他第一次骑脚踏车摔倒的下午，一种个性，他有点害羞，但一旦熟悉就话很多，他喜欢音乐，讨厌早起，一套价值观，他觉得诚实很重要，他在意公平，他有时候太在乎别人的眼光，但最重要的，他拿到了一本剧本，那本剧本写着他这一生要遇见什么人，要面对什么挑战，要在哪一个转角跌倒，又会在哪里重新站起来。有些情节是早就写好的，有些留白，等着他自己填进去。就这样，灵魂小天成为了人类小天，然后他走进了这个世界的舞台。一开始，小天完全沉浸在这个角色里，他是一个演员，一个入戏太深的演员。他哭是真的哭，他怕是真的怕，他爱上一个人，然后失去那个人，他觉得世界要崩了。他很努力想让父母骄傲，却又一直觉得自己不够好。他每天为钱担心，为未来焦虑，为别人的一句话反复咀嚼好几天。这没有什么问题，这是正常的，因为他是演员，他的工作就是体验、感受，活在故事里。但问题是，他完全忘记了，他只是在演戏。他忘记舞台外面还有一个他，他忘记这些情绪，这些得失，这些让他夜不成眠的事，都只是剧情的一部分。他忘记，不管舞台上发生什么，那个穿着人类小天外衣的灵魂一直都在。大多数人一辈子都活在这个阶段，不是因为他们不够好，而是因为这个舞台设计得太真实了。痛是真的，快乐是真的，身体的感受是真的，一切都太真实，让你很难想起等等，我只是在演一场戏。然后有一天，也许是某次巨大的崩溃，也许是一个安静到出奇的午后，小天突然从台上后退了一步，他走到了观众席。从那个位置，他看见了舞台上的自己，他看见那个人类小天在忙碌，在担心，在努力，在受伤。他看见这一切，但他有一个非常奇怪的感觉，这件事好像跟我没什么关系。注意，这不是冷漠，不是逃避，不是我不在乎了，而是一种更深的平静，一种知道我没事的平静。舞台上的小天在哭，眼泪是真的，但坐在观众席的灵魂是平静的，因为他知道这只是一幕场景，这个场景会过去，就像所有场景都会过去一样。这就是觉醒最核心的感受。
你同时活在2个层次里，一个层次是人类，在感受，在体验，在活着；另一个层次是灵魂，在观察，在知晓，在平静。你不再只是一个演员，你成为了观众。你可能会问，好，我懂了这个比喻，但实际上觉醒之后，我的生活会有什么不同？我还是要上班，还是要付房租，还是会遇到让我心烦的人，那有什么差别？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，而且答案出乎很多人意料。外在的一切可能都没有改变，但你感受他们的方式彻底不同了。以前当有人批评你，你的第一反应是防卫或崩溃，因为你认同我就是这个人类，这些批评就是在攻击我。觉醒之后，你还是会感受到那个刺，但你有一个更深的部分知道，这只是发生在舞台上的一件事，它伤不到真正的我。以前当你失败了，你觉得自己这个人是失败的。觉醒之后，你知道那只是剧本里的一个情节，它的功能是教你某件事，然后它就过去了。以前你为了让别人满意而活，因为你需要确认我这个人是有价值的。觉醒之后，你知道灵魂层次的你从来都不需要被任何人确认。这种转变会带来一种非常特别的自由感，不是我什么都不在乎的那种自由，而是我完全活在当下，同时又不被当下淹没的那种自由。觉醒的旅程还有第3个阶段，当你成为了观众，当你找到了那份内在的平静之后，你会渐渐发现，你可以选择回到舞台，但这次你是带着意识去的。你成为了导演。导演是什么意思啊？不是说你可以控制一切，不是说你可以让坏事永远不发生，不是说你从此过着没有痛苦的生活。导演的意思是，你知道自己在选择。以前你对愤怒做出反应是无意识的，现在你感受到愤怒，但你可以选择怎么回应它。以前你的故事是别人帮你写的，父母的期待，社会的标准，过去的伤口。现在你拿起了笔，问自己，接下来这一页我想要写什么？以前你过的是发生什么就接受什么的人生，现在你开始过一种有意识的创造的人生。这就是为什么很多觉醒之后的人生命会出现很大的转变，不是因为有什么神奇的力量介入，而是因为他们开始用全新的眼光看待自己的选择，开始做一些以前不可能做的决定，开始放下一些以前放不下的执着，他们重新拿回了自己人生的主导权。在我们继续之前，我想先破除几个常见的误解，因为很多人对觉醒有错误的期待，然后就觉得自己没有觉醒，或者走错了方向。第一个误解，觉醒了你就不再有情绪。不，觉醒之后你还是会有情绪，你还是会难过、生气、害怕。情绪是人类体验的一部分，是剧本里很重要的章节。差别在于你不再变成你的情绪，你学会了陪着你的情绪。第二个误解，觉醒是一个突然开悟的瞬间。对某些人来说确实是的，他们有一个很清晰的转捩点，但对更多人来说，觉醒是一个慢慢打开的过程，像一扇窗，一点一点地透进更多光。有时候你会觉得我好像懂了，有时候又会觉得我又陷进去了，这都是正常的。第三个误解，觉醒了你就会远离人群，不再在乎世俗的事。不一定，有些人确实会走向更安静的生活，但也有很多觉醒的人在世俗的生活里更积极、更投入，因为他们知道这是他们选择来体验的舞台，所以更愿意全力以赴，同时又不被结果绑架。第四个误解，觉醒是有特定方法、步骤的。冥想、正念、阅读灵性书籍，这些都可以是触发觉醒的方式，但觉醒本身没有固定的路径。有人是在至暗时刻崩溃之后觉醒的，有人是在一次深刻的爱里觉醒的，有人是在大自然中独处的时候觉醒的，有人就是在某个平凡的早晨喝咖啡的时候突然就懂了。第五个误解，觉醒了就会变完美。不是这样的，
觉醒不是一张通往完美版本的你的门票。觉醒之后，你还是会犯错，还是会有阴暗面，还是会在某些关系里受伤或者伤害别人。差别在于，你不再需要假装那些部分不存在，你开始有能力看见自己的全部，不论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，然后不带评判地接住它们。真正的觉醒不是变成一个更高级的人，而是更诚实地做一个完整的人。说到这里，我想问问你，在这3个阶段里，演员、观众、导演，你现在大概在哪里？也许你还是完全的演员，每天被情绪、被别人的眼光、被对未来的恐惧拉着走，觉得自己快要喘不过气。也许你已经偶尔能坐进观众席了，有时候能用旁观者的视角看自己，但还没办法稳定地待在那里，一不小心就又被拉回台上。也许你正在练习成为导演，慢慢的有意识地做选择，一点一点地重写你的故事。不管你在哪里都没有关系，因为这不是一场比赛，没有谁比谁更觉醒，没有谁的进度应该更快。你选择了这个剧本，选择了这个时代，选择了现在这个身体，这个家庭，这段故事都是有原因的。每一个你正在经历的困难，都是剧本里最精彩也最重要的情节。觉醒不是终点，觉醒是你开始记得自己是谁的那个时刻。最后，我想送你一个画面，想象你坐在一个剧场里，舞台上的灯光很美，正在上演的这出戏叫做你的人生。台上有欢笑，有眼泪，有误解，有重逢，有失去，有爱。而你同时是那个舞台上全力以赴的演员，也是坐在观众席里被深深打动的观众。演员感受一切的感受，观众看见一切的美丽。这2个你都是真实的你，不需要逃离舞台，也不需要一直躲在观众席。你可以在台上哭，也可以在台下笑着看那个哭泣的自己，然后心里轻轻说一句：我知道你很努力，这出戏你演得很好。这就是觉醒，不是变成另一个人，而是终于记得你自己。如果今天的影片有哪怕只有一句话让你停下来想了一下，那个停顿就是你的观众席。好好坐在那里，享受这场戏。我们下次见。